我先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你有沒有遇過那種人，什麼都懂，但相處很累啊？他講話永遠有道理，回應永遠很精準，知識像 ChatGPT， 但你跟他聊天的感覺是，我不是被理解，我是被糾正。然後呢，你會開始少講話，因為講什麼都會被優化。好，今天這段哥林多前書8章1到13節，保羅就是在處理這種很懂但不一定有愛的狀況。他一開口就丟一句金句，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愛心能造就人。翻成今天白話，你懂很多，不代表你讓人變更好。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懂很多會變成讓人受傷呢？因為知識很容易變成優越感。你知道比較多，你就開始覺得自己比較對；你看得比較清楚，你就開始覺得別人比較笨。然後呢，你講的每一句都正確，但每一句都不溫柔。接着保羅講一句更狠的，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什麼，按他所當知道的，他仍是不知道。翻成今天，你以為你懂，其實你還沒懂。因為真正的懂，不只是資訊，是你怎麼對待人。然後他把話題帶到一個當時很熱門的爭議，吃祭偶像的食物。翻成今天可能是什麼？這個可以做嗎？這樣 OK 嗎？這件事有沒有問題？有人說偶像根本不存在，所以吃沒差，理論上對。然後呢，問題不在對不對，在於你這樣做會影響誰。保羅說，有些人良心比較軟弱，他看到你這樣做，可能會被影響，甚至跌倒。翻成今天，你做一件你覺得 OK 的事，但對別人來說可能是破口。舉個超生活的例子，你覺得滑手機沒問題啊，但你在一個很容易沉迷的人面前一直滑，你覺得開玩笑沒差，但對方其實很在意耶。你覺得某些界限可以放鬆，但別人看到可能就跨過了他原本守住的底線。然後呢，你會說，那是他的問題吧？但保羅說，不完全。自由不只是我可不可以，還包括我這樣做會不會傷到人。這句很重要，因為我們這個世代很強調我有自由，但很少問我的自由有沒有愛。然後保羅講一句很重的，你這樣做是得罪基督。翻成今天，當你用你的自由傷害了別人，你其實是在傷害整個身體。所以最後他說一句超成熟的話，如果食物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遠不吃。翻成今天，我可以，但我選擇不做，因為我更在乎人。這句話真的很難呢，因為這代表你不是用我爽不爽做決定，你是用有沒有造就人做選擇。然後呢，這才是真正的成熟，不是你可以做多少，是你知道什麼時候不做。所以哥林多前書8章1到13節整段在講什麼？不是限制你，是提醒你，愛比你是否正確更重要。你可以很懂，但你更需要溫柔。你可以很自由，但你更需要節制。你可以是對的，但你更需要有愛。記得，你不只是要活得對，你要活得讓人靠近神。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，真正的成熟不是你能做什麼，而是你願意為了愛放下什麼。